在法國有這樣一個地方，它是凡爾賽宮誕生前的原型，奢華到曾經震動了整個宮廷，也會在每年年末準時換上新裝，變成一座真實存在的聖誕樂園。400年前，它是一座莊嚴的古堡，而400年後，它被燈光、裝飾和藝術重新點亮，像童話一樣鋪展開來。嗨，我是喜歡帶你探尋美食的肉仔肉，趁着年末最熱鬧的節日氣氛，今天跟我們一起出發，我們去逛擁有法國最美聖誕裝飾的古堡 Vaux-le-Vicomte 沃子爵堡。位於巴黎東南郊的沃子爵堡，始建於17世紀。它曾是路易14時代權勢滔天的財政大臣尼古拉·富蓋尼古拉·富凱為自己打造的極盡奢華的宅地。後來甚至直接啟發了凡爾賽宮的誕生。不過對於肉嫂來說啊，這裡還是她一直心心念念的故地。這次我們也是受到一位故人的邀請，就這樣帶着一點小小的激動，來當一回普通游客，重遊這座被很多人稱作法國聖誕裝飾最美的古堡。而剛一進門啊，我們就被可愛住了。為了保暖，也為了更有節日氣氛，工作人員給每人都準備了一件紅色披風，穿上的瞬間，我們就一秒入戲，有了那種要去參加城堡聖誕舞會的感覺。這個地方呢是馬具博物館，然後展出的馬車呢都是那個時代的。你看它这一輛呢，它是1850年的馬車，因為現在是聖誕節嘛，他們也放上了很多可愛的聖誕裝飾。你甚至可以看到每個馬車上面會有那個家族的徽章，這個超可愛。你看這是小馬，上面坐的應該都是小孩。穿過長長的走廊，我們來到的是城堡的側翼建築群，這裡原本是馬廄。不過現在已經改建成了城堡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和餐廳。那邊的小山羊就都是老演員了，每年都在那。啊！人家在吃飯，怎麼可能理你了？完全不在乎。穿過長長的庭院，轉角我們便迎來了氣勢恢宏的沃子爵主城堡。我們現在看到的呢，就是 Vaux-le-Vicomte 的主城堡了。它的原主人是尼古拉·富蓋，現在是法國最大的私人城堡。它也有一個被大家更為所知的名稱，它是凡爾賽宮的前身。繞過護城河，來到主城堡的側面，我們看到的就是初代經典的法式花園設計。夏天的時候，這兒經常會有孔雀散步。這裡放上圖片。城堡的外牆和欄杆上，地衣與苔蘚一層層攀附着，像把400年的時間都留在了石頭表面。而腳下這條充滿歷史感的花園步道啊，也曾在無數的電影鏡頭和時裝秀場裡出現。走在這裡，我和肉嫂都有一種一秒穿越的感覺。當時呢，在這個城堡建成的時候，尼古拉·富蓋他就決定大宴巴黎，邀請了巴黎的貴族們參加他的落成宴會。然後在當天，他準備了盛大的宴會，還有煙花。那宴會結束之後呢，貴賓們就會從那個大門穿出來，然後走到花園看晚上的煙花了。也就是那個，就是他們的迪廳。會，那你會不就是舞會廳？就在此時啊，在城堡南面的花園中，我們發現了一群裝扮奇特的人。你看，那還有一群人在搞 cosplay。這個是哪個時代的裝束啊？你問一下呢。Bonjour madame. Merci. C'est le tenue de quelle année? Là, c'est 1780. 1780. Ah oui, c'est l'année de... Non, c'est Louis XIV. Louis XVI. Louis XVI. D'accord, ok. Oh, c'est très très joli. 聊着聊着，我們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一個歷史愛好者協會。老爺爺老奶奶會根據歷史原型、審慎的考據來制作自己喜歡時代的衣服，並聚在一起交流和分享，真的有點像咱們國內的漢服社群的感覺。比如這個略顯浮誇的用鴕鳥羽毛和動物皮毛滾邊裝飾的帽子呀，就是17、18世紀法國最潮的，既保暖又奢侈的單品。逛完花園啊，我和你們肉嫂都已經餓到不行了，於是我們準備先填飽肚子，再做後續的打算。就是在那裡，當我還是實習生的時候，我有個小的 studio。然後我們現在在排的這個就是你說的你們的食堂是吧？對啊，因為其實城堡沒有專門的員工食堂，所以我們都是和遊客一起吃。這兒的話就是遊客和團餐廳。那我們去看看到底都有些什麼好吃的吧。餐廳的菜單非常簡單，也都是煙火氣十足的法式家常菜。不過為了配合節日氛圍啊，也多加了一些諸如松露、鵝肝、香檳等元素。一如這裡原本樸素的庫房糧倉，在聖誕裝飾的點綴下，也變得有了熱鬧的節日氛圍感。
然后剛剛還碰到肉嫂的老同事跟我們說，今天的白血腸很好吃，布當布朗。我剛剛看了一下，它是加松露的，我們待會可以試一下。這裡真的就跟公司食堂一模一樣哈，就是你在門口排隊，然後選菜，有前菜、甜點、主菜，然後最後讓他結賬就完了。然後咖啡呢也都是他給了2個小鋼泵，然後待會兒我們去咖啡機上取。那我們現在來試試味道如何吧。肉嫂選的前菜啊，是由白菜、胡蘿蔔和小綠扁豆組成的家常蔬菜濃湯。好冬天啊，有各種蔬菜，有那它是個小綠豆，就小扁豆。小扁豆。隨湯配的麵包脆片呀，也是各種法式濃湯的家常好伴侶之一。你要泡久一點呀，你那個很硬的那個麵包。它還有無花果醬跟奶酪，我覺得還挺好的，真的，至少比我們公司食堂好吃。哎呦！啊，它是這樣的。然後這個是我的前菜哈，他說的是一個班蘭豆仁，但其實它是堆疊起來的一個小的布里歐修麵包，然後中間有一塊鵝肝醬，然後下面墊的是鴨肉醬，然後它還配了无花果果醬。我說實話，6塊錢能有這麼多東西，很值哎，真的很值哎，而且也很好吃。很節日的氣氛，是不是？它這個鵝肝醬搭上去就是很節日的。對啊。肉嫂選的主菜啊，是經典的法式農家烤雞，部位也是法國人最喜歡的雞大胸加上雞翅根的組合，法語裡邊叫做 Suprême， 沒錯，就是那個把磚頭賣到了100美元的潮牌的名字。配的是香橙醬，然後皮呢感覺是稍微炙烤過的，也不會那麼膩，它又把那個雞的油稍微烤出來一點，雞肉呢還是比較嫩的，好吃。我選的嘛，自然就是肉嫂老同事強烈推薦的節日氣氛濃厚的松露白腸了。然後這個啊也是一個法國超級傳統的菜，布當布朗就是白腸，跟我們平常說的黑血腸不一樣哈，它其實是用大量的豬肉跟豬背脂，還有鮮奶油一起去乳化出來的這麼一個腸，所以是那種非常肥嫩多汁的口感。然後這個還加了黑松露，讓我們來試試味道，很香哎，有那種以前學校門口賣的那種台灣烤腸的味道。不得不說哈，今天的主菜裡邊還有個隱形 MVP， 就是他們的小煎土豆。這種小土豆本來就是特別的香甜軟糯，然後它把外皮煎的是那種有點焦脆的，很香，很有土豆的那種香甜的味道。巴黎平均小酒館的水平了。杯上咖啡，下面就進入咱們頻道的舒適區環節，甜點啦。焦糖蘋果，然後上面有一層奶油，還有這種餅乾碎。很清爽，很家常的好吃，味道並不複雜，但口感很舒服，就是秋冬天的蘋果。它有加肉桂嗎？有加肉桂。哦，那好節日啊！我的這個就是一個大馬卡龍了哈，我那個勺子實在挖不下去，我就直接啃了。它裡面甜的巧克力甘納雪還蠻濃的耶，挺好吃的，也沒有很甜。雖然這大概率可能是預製菜，但是還蠻不錯的。沒有辣椒黑那種甜嗎？那就會那個可比這個甜太多了。它裡面的醬應該是自己做的，外面的殼肯定是外面買的，挺不錯的了，說實話。在城堡旁邊就有一個做馬卡龍的小工廠。我還配一口咖啡。好，我們現在已經出來了哈。我們這一餐一共是吃了59歐，說實話性價比真的還是很高了。一開始排隊的時候，你們肉嫂還在跟我說，哎呀，這就是我們員工餐廳。但是真的人家家常菜做得很棒的，我覺得已經是可以打80分的家常菜了。而且肉嫂還碰到老同事給了一個員工折扣，刷臉打了8折，真的還是挺划算的，我覺得。然後現在吃飽喝足，我們就去看看城堡裡都有什麼好玩的東西吧。此時呀，一開始和你們提到的故人也已經和我們約好在城堡門口碰頭了。給大家介紹一下 Jean-Charles de Vogüé， 然後是這個城堡的堡主，然後也請他給大家打一下招呼。Bonjour à tous, ni hao. Et ben le 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 c'est le château qui est à l'origine d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et qui est un château du XVIIe siècle et qui est maintenant un château privé, donc qui appartient à ma famille depuis 150 ans. Et en fait, maintenant, on célèbre Noël depuis 20 ans et on accueille des milliers de visiteurs à Noël qui viennent voir les décorations et les activités dans le château, à l'extérieur. On a même une patinoire dans le jardin et voilà, c'est un énorme succès juste pendant les fêtes de fin d'année.
在堡主的帶領下，我們通過一條秘密通道進入了城堡的內部，來參觀這個早已被裝點成童話世界的400年前的古蹟。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沙勒布亨画的尼古拉·福盖。图像中的他呢，很有艺术家气质，因为在那个时代，尼古拉·福盖他是一位非常热爱艺术的人，他也资助了很多剧作家、诗人。那个时代那麼有錢能搞這個城堡，那他不就是跟和珅一樣的人嗎？你的舉例非常好，有很多人說他就是法國和珅。但是呢，這個你知道，就是歷史是被勝利者寫的，他具體貪污沒有，這個說我們不知道。但是他真的就是太炫富了，舉行了一個連國王都沒有舉行過的奢華宴會。那他的這個炫富呢，就讓國王非常的不開心，所以當晚路易14是沒有過來的。然後路易14的媽媽是來了之後，還沒有等放煙花，吃了個飯就走了。所以這個是野史還是正史？正史啊。這個廳呢，就是繆斯廳，是城堡的其中一個宴會廳。我覺得它是最漂亮的宴會廳之一。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壁畫都是沙勒勒布亨他畫的各種不同形態的繆斯女神。旁邊呢，還有個非常非常漂亮的遊戲室，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廳的佈置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海底世界，海底世界有好多好多的海底動物，用心啊！這個廳呢，就是城堡的大宴會廳，一般有重要宴會的時候呢，都是在這個地方舉行。它是一個橢圓形的設計，上面雕的是眾神像。然後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們投影的上面的部分是一個海底世界，但是呢，它其實這個上面的穹頂啊，它是一個未完工的作品，因為城堡的這個穹頂在完工之前，路易14就以貪污罪的罪名把福蓋給抓了，城堡的主人不在了，那工匠他們就沒有把它完工。其實這裡他要畫的是一個太陽神，一個宇宙的眾神的一個畫像。其實這也多多少少彰顯了福蓋的野心。這是國王書房，它放上了很多可愛的聖誕裝飾。你看那個還有小老鼠和馬卡龍，大家想到哪一部動畫片嗎？拍一下那個鐘，城堡裡面的鐘是我非常喜歡的裝飾之一。它是那個時代17、18世紀的鐘，然後到今天呢，它還是可以在運行的。在整點的時候，它是會報時的。當整點我們聽到叮咚的那個聲音，我覺得非常奇妙。我會告訴大家聽，那是來自17世紀的聲音。房間呢，就是城堡最豪華的房間之一了。它是給路易14準備的國王的臥室，但是呢，路易14一天都沒來睡過。剛才不是說了嘛，福蓋在準備大宴巴黎，國王他很生氣，他就沒有過來，所以呢，他就沒有睡到過這個臥室。肉師傅剛才問我，為什麼福蓋的城堡要給路易14準備一個臥室呢？是因為在當時慣例，貴族們在修建城堡的時候都要給國王預留一個臥室，以防他會來下榻，所以城堡裡面最奢華的房間都是留給國王的。這個地方挺有意思的，這個是薩拉的 buffet， 就是餐廳。在沃子爵城堡建造之前呢，那時候的法國人是在哪兒睡覺他就在哪兒吃飯。然後在這個城堡建造的時候，第一次把餐廳獨立出來，第一次有了餐廳這個概念，所以這個我們可以說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餐廳。法國很著名的廚師瓦戴勒也是曾經在這兒工作過，他也是受尼古拉·福蓋的邀請做那一場超級大宴會的主廚。你們可以看到哈，這個就是典型的一個古代的高級廚房的一個樣子。
首先这邊是大的爐灶，我們有看到有窯烤的烤箱，然後還有下面燒煤的那種爐子，它都是通過那種加熱板的方式來傳熱的，不像我們現在用有天然氣的那種火爐或者是電磁爐哈。所以你們會發現這邊有很多那種很長的把手的那種東西，它是可以把我們烤的麵包也好、餅也好、鍋也好，從那個很深的窯爐裡邊這樣撈出來的，就有點像意式披薩爐的感覺。然後你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廚房的動線設計也是非常合理的。從我們的左邊過來是存儲蔬菜水果的一個地窖，然後到這裡的第一步是所有的預處理切菜準備菜的台子，然後再到這裡鍋具，然後廚房，然後再到這裡的中島做菜品最後呈現的流程，整個動線設計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很有意思的一個地方。參觀完城堡的內部啊，我們又一次回到了城堡的花園。此時已經天色漸暗，華燈初上，而花園中最受大人小孩歡迎的活動也正式展開。太難了，太難了，太難了！還好沒摔到人，真的是太難了。摔了一小跤，其實。我們去。所以這件事教會我們一個道理啊，做人要腳踏實地。此時忙完一下午工作的堡主啊，也再次和我們會合。我們一行3人捧着城堡自製的超級好喝的熱紅酒，敘起舊來。啊，ça sent Noël。ça sent Noël。請乾杯！乾杯！就這樣一路聊到了夜幕降臨，而我們也準備動身去參加城堡當天的最後一項活動。Bonsoir。Merci。我化了都。對，它就是要烤化 ，OK 了嗎？我是過來。Les filles, c'est bon? 站住了，我的天！ OK， 哇，裡面都融化了。外焦裡嫩。隨着燈光的變換，城堡的立面被光雕刻成了不同的畫面，展示着童話故事中的場景。這場持續了8分鐘的燈光秀，每一次場景的轉換都能引來周圍小孩大人們的驚呼連連，直到最後一幕結束，一切都重歸於平靜。哎呀，好了，我們現在已經出來了。故地重遊的感覺怎麼樣？我覺得很多感動，
見到了很多熟悉的同事，然後看到好多熟悉的地方，我就很多的記憶片段就這樣湧來。因為其實生活中我們聊天的時候，肉嫂經常會跟我聊起他們之前城堡發生的這些小故事，像你跟着堡主去森林裡打獵野豬啊，然後遛他們家的小金毛啊，就是這些故事都蠻有趣的。然後我也是第一次真正的見到這些故事中人物的真人，就有一種即視感的感覺，非常非常的有趣。肉嫂其實是很熱愛藝術跟文化的這麼一個人哈，因為他本來學的專業就是文化遺產，之前從畢業之後呢，就一直是在這個城堡工作，真的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而且你還在城堡裡住過很長一段時間，对吧？對，當實習生開始，對，然後跟着堡主一起跑各個展會，去拜訪客戶，對，最終成為了城堡的亞洲市場的負責人，很有趣的一段經歷。但是，一切都因為2020年那場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停止了，就那個時候全世界都停止了，旅遊業更是慘不忍睹。對，確實是那時候旅遊業是受到重創，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決定了去其他的行業看看。我覺得我在這個城堡學到的東西是會跟着我走一生的。就跟肉師傅說，我其實多多少少我是在這個城堡長大的，因為我進入社會的第一段經歷就是在這兒。我的同事們，然後包括讓沙了，他和他的家人也都是，有教會我很多的東西。就是人生不會有哪一段路是白走的，對，人生沒有白走的路。對。然後從遊客的角度來純講一下今天的這個體驗哈。首先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因為能夠在這樣一個歷史遺跡級別的一個建築裡邊看到這樣的置景，它雖然不像我們說的迪士尼樂園或者是環球影城給人帶來那種童話世界的感覺哈，但它這裡是那種另外一種的那種很奇妙的感覺。你能夠在比如說路易14的房間裡邊看到很多小玩偶，然後聖誕裝置等等的，就是非常非常濃的節日氣氛。而且包括這裡的餐食也好，這裡的一些活動也好，像我們的滑冰，然後熱紅酒也都蠻好喝的。熱巧克力雖然沒喝到，下次來喝。今天其實時間也其實比較匆忙吧，還有一些好的活動其實都沒有時間去體驗，比如說下次坐馬車，還有堡主跟我們提到的那個在森林裡的那個篝火燒烤，對吧？下次有機會可以來體驗一下。對，總之呢，就是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經歷，也非常推薦來法國旅遊的小伙伴們，除了巴黎和凡爾賽之外哈，可以把這裡當做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目的地。大致就是這樣，不知道你們是否喜歡城堡今天的聖誕裝置呢？不知道你們對今天視頻中的哪一部分最感興趣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們，也非常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咱們的逛吃系列、喜歡濃厚的熱鬧的節日氣氛、聖誕裝置和美食的朋友們。臨近聖誕，我們就在這兒祝大家聖誕快樂，元旦快樂，新的一年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心想事成。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一定要記得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 ，Peace out。